据说用冰块做的子弹可以杀人于无形，因为一旦击中目标后就会化冰成水，并且还有人认为某大佬就是被冰子弹所嘎。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刘彦祖决定打造一枚冰冻子弹。于是他们在学校旁的小卖部找到了同款步枪，然后吉米通过对子弹结构的研究，用金属制作出了冰冻弹头的胶铸模具。随后他将清水倒入模具中，并泡在液氮里进行冰冻。等完全凝固之后，冰子弹就做好了。但在脱模时，他们却出现了翻车。显然制作冰子弹并没有想象中容易。之后他们请教了枪械专家，并且专家表示用肉做成的子弹同样能杀人于无形。于是他们将牛肉塞入模具中并进行冰冻，最终完美制作出了一颗肉弹。而由于找不到志愿者测试肉弹的杀伤力，刘彦祖只能请出了假人老兄。但当他们扣动扳机时，假人并没有出现任何损伤，反而被喷了一身的火药残渣。为了继续研究冰子弹的杀伤效果，刘彦祖重新改变了子弹的制作方式。托瑞用硅胶代替原来的金属模具，并且使用子弹进行倒模，等加水之后再插入弹壳。这样冰冻24小时的子弹就不会出现断裂。可它究竟会有多大的杀伤力呢？然而随着一声枪响，这次的实验结果竟然和上次一样，因为冰弹头在发射的瞬间就融化蒸发了，所以开枪的效果就和空包弹一样。据说在二战时，一位俄罗斯士兵用 MP3 挡住了德军 AK-47的子弹。先抛开故事背景不说，吉米和亚当想验证这种做法是否行得通。于是两人用组织替代胶做了个假人，并带到了靶场。亚当还特意来到华强北买了个全新的2手 MP3，但拿到手后他有点不相信。为了还原真实现场，他们采用同款枪支进行实验。一切准备就绪后，实验正式开始。MP3 被成功干成了2半，但子弹只是击中了边缘。为了实验的严谨性，亚当决定再来一发。这一次子弹顺利击中 MP3，并贯穿了假人。实验证明，如果有人用 AK-47向你射击，千万别用 MP3 来挡子弹，因为你不仅会失去生命，还会损坏一台 MP3。听说有个警察用警徽挡住了手枪子弹。为了验证这个留言的真实性，两人定做了3种不同材质的警徽，再次来到靶场。为还原现场，他们使用相同的手枪进行测试。首先上场的是纯银材质的警徽。3, 2, 1。这一枪精准地命中靶心，但警徽被打掉一个尖角并贯穿假人。接下来是黄铜材质的，再次开枪。这次虽然击穿了警徽，但假人的情况比之前好多了，子弹卡在假人中间，并没有造成贯穿伤。最后实验的是镍质警徽，这种材质是3个里面硬度最高的，它又能否成功挡住子弹呢？让人意外的是，警徽虽然严重变形，但确实成功挡住了子弹。据说有个外卖员遭到散弹枪的攻击，他用手上的披萨成功挡住了子弹。这种情况真的可能发生吗？为了验证留言的真实性，亚当购买了标准的外卖保温箱和3个普通披萨，再次将它们摆放在假人胸前。首先，吉米选择了打鸟专用的小号子弹，在距离10英尺的地方扣动了扳机。3, 2, 1。结果只有1小半的钢珠穿过了保温箱，这虽然会让人痛不欲生，但并不致命。那如果使用标准散弹呢？它的威力相比打鸟散弹要大得多。In 3, 2, 1。这一次钢珠几乎全都贯穿了保温箱。最后两人使出了终极手段，他们要验证到底多少盒披萨才能抵挡住标准散弹枪。接下来就是见证时刻的奇迹，他们将15个披萨装进5个保温箱，并依次叠放在假人胸前，再次开枪。15个披萨究竟能不能抵挡住呢？前4个保温箱均被子弹穿透。拆开第5个保温箱，结果显示子弹在第14个披萨前停住了，所以披萨是真的能挡子弹。但谁又会抱着15个披萨走呢？据说有个倒霉鬼朝天上开枪，结果子弹落在自己头上，当场开洗。难道掉落的子弹还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吗？为了验证子弹落地时是否仍能杀人，留言组首先需要测试不同子弹垂直落地时的速度。一般的子弹垂直发射高度都超过了数千英尺，因此只要测试子弹的终端速度，而终端速度就是子弹在下落过程中重力与空气阻力达到平衡时的最大速度。为此，亚当打造了一个简易风洞装置，并在上面安装了风速计。只要将子弹放进管道，下面喷出的高速气流将给子弹一个向上的力。当子弹达到漂浮状态时，风速计测得的速度就等于子弹的终端速度。首先测试的是手枪子弹，当子弹保持平衡时，风速计显示时速为100英里。接下来测试的是步枪子弹，但由于2种子弹的重量几乎相同，所以它的终端速也在100英里左右，换算下来就是每秒150英尺。这样的速度看起来相当快，那它又是否真的能杀人呢？下面亚当用铝管和高压气泵制作了发射装置，并在前面安装了测速计。他们将用这个装置以每秒150英尺的速度分别发射2种子弹，以此来验证子弹在终端速度下的杀伤力。经过调试，2种子弹能分别以146和151英尺每秒的速度射出，已经非常接近子弹的终端速度。随后，亚当同2师兄借来新鲜脑袋，并向他垂直发射了手枪子弹。尽管已经超过了终端速度，但并没有对猪头造成任何伤害。紧接着，他们用步枪子弹进行了测试，这次子弹成功扎进了皮肤，而尸检结果却显示伤害并不大。根据医学资料显示，
大多数类似事故的子弹并不是垂直掉落，因为仰角射出的子弹能稳定旋转，从而维持弹道飞行。那斜着发射的子弹下落时又能否对人造成致命伤害呢？下面留言组来到一处沙漠中心，因为这里方圆2英里都是广阔的湖床，为了保证实验的安全性，他们在周围用防弹玻璃搭建起安全屋。吉米将发射架调整至向上90度，而在实验前，他们需要对着地面射击，以此来对比不同子弹射入湖床的深度。通过一轮测试，吉米得到 BB 枪子弹的深度为3英寸，它是能对人造成伤害的最小威力，而手枪和步枪的深度分别为6英寸和1英尺。在得到杀伤力标准后，吉米用手枪对着天空连续发射了8发子弹。经过39秒后，听到子弹落地的声音，亚当在距离射击点330英尺的地方发现了弹坑，并且测得深度为2英寸。这种威力估计连皮肤都擦不破。接下来，他们又对步枪进行了测试。由于射击距离太高，吉米对射击角度进行调整，以此来平衡风速对子弹的影响。为了更容易找到弹坑，这次他们连续发射了40枚子弹，但还是没能在周围找到任何弹坑。于是他们改变了实验方式，用遥控气球从400英尺的高度丢下子弹，因为这个高度落下的子弹足以达到终端速度。这次步枪子弹又能射入湖床多深呢？随着一连串的落地声，两人很快找到弹坑并测得了深度，而结果却都是2英尺。所以，不管是手枪还是步枪，垂直射击落下的子弹并不会造成致命伤害。但真实情况很难保持垂直发射，一旦角度有所偏差，子弹就会沿着弹道飞行。如果被击中，就有可能会请全村人吃饭。据说人在中枪后身体会向后飞，就像很多电影里的效果一样。子弹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吗？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留言组打算亲自试一试。想要重现电影情节，就意味着有人要挨枪子，但找不到临时工愿意当志愿者。为确保实验的严谨性，他们只能来到了肉联厂，选用体型和吉米相当的二师兄来担此重任。而在实验之前，他们需要制作一个支架，将二师兄挂在支架的铁钩上，只要对他施加一定的撞击力，二师兄就会随着撞击力的方向掉落。托瑞首当其冲尝试了一次效果，清脆的声音说明支架非常好用。紧接着，他们来到专业靶场准备实验。为对比不同枪支射击的效果，当地警局提供了电影中经常出现的枪支。凯利将射击点设置在距离目标22英尺的地方，因为经过统计，70%以上的致命枪击都是在这个距离内。经过安全员强调注意事项之后，射击实验正式开始。亚当率先上场，第一次测试的是 M4步枪，完美命中目标，但二师兄却纹丝不动，完全不像电影中的这种效果。紧接着，托瑞手持汤普森冲锋枪开始射击，这颗点45口径的子弹也并未打动二师兄。亚当猜测是因为威力不够大，于是吉米升级了火力，他选择了口径为.44的麦格农手枪。在很多电影中，它的威力可以轻易将人打飞，那在本次实验中，他又能否打飞二师兄呢？随着一声巨响，重达16克的子弹以每秒1300英尺的速度击中目标，但二师兄依然没什么反应。看来他们只能集中射击，以火力覆盖的方式看子弹能否将人打飞。一阵突突之后，无数子弹如枪林弹雨落在目标身上，但二师兄依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飞起来。很快，亚当就发现了问题所在，大多数子弹都贯穿了二师兄的身体，这就意味着这部分子弹的能量丢失，所以他们决定使用霰弹枪。随着一声巨响，二师兄应声掉落。这次实验终于有了动静，然而和电影里的效果还是相差很大。但高速相机却显示目标并不是被打下来的，而是因为中枪后产生晃动才掉下来。由此看来，利用二师兄实验算是失败了，他们只能启动 B 计划。这次实验将用假人进行测试。实验前，吉米将他穿上防弹衣，这样假人就能吸收子弹全部的能量，看能否会让人向后飞。首先是麦格农手枪，没有丝毫反应。紧接换上 MP5 冲锋枪，依然没有动静。然后是汤普森冲锋枪，虽然子弹的撞击力巨大，整个防弹衣都弹了起来，但假人依旧没有掉落。最终，他们不得不使用12口径的双 A 弹霰弹枪。这一枪下去，假人终于掉了下来，但没有一丝向后飞的迹象。读过初中物理的都知道，根据牛顿第3定律，任何作用力都会产生等量的反作用力，所以想要目标向后飞走，那么枪手也一定会向后飞同样的距离。这种情况只有在枪足够大的条件下才会发生。果然，电影里都是骗人的，咱们看看就好。据说只要反应速度足够快，就能用牙齿接住射过来的子弹。美国就曾有过这样的真人挑战节目，主角不仅牢牢接住了子弹，并且毫发无伤。这究竟是影视效果还是真实存在呢？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留言组打算尝试体验整个过程。首先，他们需要测试人类牙齿能否承受子弹的冲击力，但没有人愿意充当志愿者。为此，格兰只能利用假牙进行模拟测试，让假牙以正常人最大的咬合力咬住子弹，然后用重锤对子弹施加开枪后相同的动能。如果假牙能够咬住子弹，就说明人类牙齿能够承受子弹的冲击力。经过测试，托瑞的最大咬合力为117牛顿，而子弹射出后的动能与50磅的铁锤从4英尺高落下的力道一样。道具准备好后，随后的实验可能会刷新你的认知。随着重锤的落下，虽然牙齿产生了裂纹，但子弹依然被死死咬住。
难道人的牙齿真的能承受子弹的冲击力吗？所有人都对这个结论大吃一惊，但毕竟假牙的材质和真牙还是有区别。为了实验的严谨性，托瑞从屠夫手中借来一个新鲜猪头，他们打算用比人牙更相似的猪牙重新进行测试，再次释放重锤，这一次子弹直接飞了出去。由此可见，人类牙齿是无法承受子弹的冲击力，那人的牙齿又能否对发射的子弹做出及时的反应呢？接下来，他们对3人的反应速度进行了测试，为保证人员的安全，实验将用没有杀伤力的油漆弹从25英尺的距离射击。经过多次测试，即使反应最快的凯莉也没能抓住一颗子弹，而这种油漆弹的速度才只有真实子弹的1/3，所以人肯定是无法及时对射出的子弹做出反应的。但留言组偏偏不信邪，为了更好的还原留言场面，他们准备使用真枪进行实验，看究竟如何才能真正接住子弹。托瑞直接制作了一个钢制假牙，而格兰则打造了一个联动装置，将手枪和假牙分别固定在装置两端。当按下遥控开关，手枪扳机收到信号发射子弹，同时假牙的计数器开始倒计时，只要计算出子弹到假牙所需的时间，就能刚好咬住子弹。通过高速相机计算得出，从按下按钮到子弹飞到假牙所需的时间为82毫秒。接下来，他们来到了当地警局的靶场，在安全员的监督下，他们将在这里进行实弹测试。经过弹道校准之后，两人将假牙固定在子弹经过的线路上，一切准备就绪。格兰在防弹玻璃后按下了发射按钮，然而钢牙在子弹还没达到之前就已经咬合，即使延时已经精确到1/1000秒，但几次测试下来都没成功。子弹不是撞在钢牙上，就是钻进了咽喉。于是他们换上面积更大的钢板，也许这样就能咬住子弹。经过多次测试，最后终于成功咬住。然而打开钢板却发现子弹已经碎成了渣。接下来他们将假牙安装在联动装置上，随着一声枪响，假牙被崩得粉碎。所以不管是反应速度还是牙齿的强度，都不可能接住子弹。据说只要在开枪时快速甩动手臂，子弹就能拐弯绕开中间的障碍物，从而击中后面的目标。电影《刺客联盟》中就有这样的场景。传说中的抖枪术真的可能实现吗？为此，留言组打算用实验进行验证。他们首先来到专业的靶场，并将事先准备好的靶子固定。在正式实验之前，他们将进行简单的测试，以确保几人都能击中靶子。随后，3人选好器材开始射击。Let her have it, Carrie. 可以看出，几人在没有障碍物遮挡的情况下都能轻松命中目标。那如果在中间加上障碍物，他们还能顺利击中目标吗？首先上场的是格兰，小日子过得不错的他自然有着专业的手速，他不断模仿电影里的手法寻找感觉，随后快速甩动右臂射出一发子弹。从姿势来看，这一发非常成功，但从慢镜头可以看出，他发射的太早了。在随后的几次射击中，不是开枪太早就是太晚，别说让子弹拐弯，就是找准方向都是问题。随后托瑞也开始了实验，在找准位置之后，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扣动了扳机，但子弹紧贴着猪蹄射向了地面。随后出场的凯莉也是如此，子弹丝毫没有拐弯的迹象。看来模仿电影中的手法是无法让子弹拐弯的。但考虑到影片中都是天赋异禀的刺客，他们甩臂的速度比普通人要快很多。那如果用机器将速度提高，会不会就能达到让子弹拐弯的效果呢？为此，格兰打造了一台辅助开枪的机械手臂，它不但能以超人速度甩动手臂，还能精确地控制开枪时机。随后，3人将机械手臂安装在专业射击场馆。为了检验子弹是否拐弯，他们用5张白纸按照8英尺间隔依次排开。开枪后，子弹会在白纸上留下弹孔，用红外笔将它们连接起来，就能知道是否是直线。一切准备就绪后，格兰按下了遥控开关，机械臂快速甩动并扣动了扳机，子弹精准地射在白纸上。凯莉用激光笔透过弹孔进行照射，5个弹孔全部被连接起来，这就意味着子弹并没有拐弯。但格兰偏偏不信邪，他认为只要甩动速度足够快，实验就一定能成功。于是他将机械臂甩动速度提高到人类的3倍，再次进行实验。然而5个弹孔还是被连接成一条直线，看来抖枪术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如果将枪支和子弹进行改造，又能否实现拐弯呢？于是凯莉将枪管卸下并打磨掉里面的膛线，托瑞则将子弹进行打磨成不规则形状，以此来改变子弹的重心。经过几个小时的改造，托瑞先用正常手枪激发改装过的子弹，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子弹失去重心发生了抖动，但整体还是呈直线飞行。紧接着再用没有膛线的手枪测试改装子弹，这次子弹的飞行姿态就乱多了，甚至有些是倒着飞。尽管这样，但子弹的飞行轨迹依然呈直线，所以无论怎么改造子弹和枪支，都无法让子弹拐弯飞行。据说有个倒霉鬼在开枪的时候射偏了角度，结果子弹不但没有击中目标，反而经过3次回弹后送走了自己。可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真的可能发生吗？为此，留言组决定用实验进行验证。于是亚当弄来了3片钢板，并分别按照90度夹角固定在台面上。
实验中，他们将用手枪沿45度角向1号钢板发射，理论上子弹会以90度回弹射向2号钢板，然后经过3次回弹后击中枪口位置。为了校准钢板的摆放角度，他们用镜子和激光进行了调整。随后，亚当将吉米的牌位摆在了手枪旁，以此来充当开枪的倒霉鬼。但这让吉米忍不住口吐芬芳。同时，为了观察子弹的运动轨迹，他们在钢板表面贴了一张白纸。等吉米往手枪里安装了铅弹之后，他们在防爆室外拉动了开枪的绳索。可子弹在击中1号钢板后并没有回弹，反而变成了碎片射在旁边的木板上。显然，铅弹是不能产生回弹效果的。于是吉米搞来了全金属外壳的子弹，而这种子弹的外表被铜完全包裹。等吉米重新布置好道具之后，亚当再次扣动了扳机，可这次子弹依然没有回弹，而且金属外壳也已经完全爆裂。为了提高子弹的硬度，亚当找来了硬铬钢制成的滚珠，并且将它装进了弹壳中，因为这种材质比钢板的硬度高很多。但这次又能否连续回弹呢？终于在子弹激发的瞬间，2号钢板上出现了弹痕，同时子弹还击穿了吉米的手指。但之后他们通过勾股定理计算得到，钢珠击中吉米时的速度只有32米每秒，显然不会对人造成致命危险。亚当认为实验的钢板太硬，导致每次回弹都损失了大部分能量，也许换成质地较软的铅板就能达到实验效果。而且被铜包裹的子弹远比它硬，这样子弹击中铅板就不会碎裂了。但在实验之前，他们需要测试子弹的偏转角度。等布置好测试道具之后，他们朝着铅板开了一枪。可尽管子弹沿着42度角回弹后击穿了旁边的木板，但偏转后的速度却只有52米每秒。显然用铅板是不能造成致命伤害的。于是吉米决定用水泥砖进行测试，因为这种材料软到能让子弹陷入，并且也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物品。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子弹回弹时的能量损失，亚当将入射角度调整至22.5度，也许这样就能让人开洗了。而当他们对着水泥砖扣下扳机时，子弹不仅在回弹后击穿了木板，而且还能保持148米每秒的速度。但让子弹偏转3次后，又能否送走自己呢？接下来，亚当准备了3块水泥砖，然后按照22.5度的入射角固定在台面上。按照之前测试得到的数据，子弹会依次击中3块水泥砖，并且在回弹后打掉吉米的牌位。随着亚当拉动开枪的绳索，这次子弹竟然成功经过了3次回弹，而且还顺利击中了吉米的心脏。但从高速相机可以看到，子弹在第3次偏转后速度明显变慢了，以至于击中吉米时只有60米每秒。所以留言中的说法根本就是扯淡。可尽管子弹经过3次回弹后不会让自己开洗，但大家也不要随便尝试。据说如果有人用火箭弹向你开炮，你可以尝试用手枪将它引爆。在电影《赤焰战场》里，当歹徒发射火箭弹时，男主一枪将火箭弹引爆并干掉了歹徒，而男主却毫发无伤。难道子弹真的可以引爆火箭弹吗？为了验证这个说法，刘彦祖来到了火箭实验基地，并且托关系搞到了火箭弹。本次实验由武器专家进行监督，而在实验之前，他们对老奶奶卖早餐的拖车进行了发射。3, 2, 1。就在一瞬间的功夫，拖车被炸成了渣渣灰。而慢镜头显示，在拖车爆炸之后，烫手的熔铜弹头还在继续飞行，将后面的钢板熔出一个大洞。那它与发射的子弹相撞又会发生什么呢？为了让子弹精准地命中火箭弹，他们用2条绳子制作了导轨装置，这样火箭弹就能沿着绳子的方向飞行，并且会在中间的某个位置触发手枪的信号装置，从而让子弹精准地击中火箭弹。实验道具准备好之后，所有人躲在安全屋开始实验。3, 2, 1。突然一声巨响，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结束了。通过高速相机显示，虽然火箭弹成功发生了爆炸，但由于绳子绷得不够紧，导致火箭弹发生了抖动，使它和子弹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并且手枪的信号装置也不够灵敏，所以枪口也没有发射子弹。于是他们重新改进了导轨装置，将绳索绷紧，并提高了手枪信号装置的灵敏度，这样又能否顺利引爆火箭弹呢？3, 2, 1。高速相机可以看到，这次子弹顺利发射，然后击中并引爆了火箭弹。所以电影中的情节是有可能发生的。那么在火箭弹爆炸后，歹徒真的会当场开袭，而主角却毫发无伤吗？为此，留言组需要对子弹和火箭弹的速度进行测试，然后通过2人相距80英尺同时发射，这样就能得到爆炸点的位置。下面他们来到实验靶场，并将涂有刻度的木板连接成一面80英尺长的墙。格兰现场搭建一个简易计时器，当开枪的时候，子弹会击穿锡箔纸，从而计时器开始计时。而在子弹击中20英尺或40英尺外的靶子时，计时器就会停止。为了实验的严谨性，他们找来了电影中的同款枪支。托瑞在20英尺距离下测得子弹飞行时间为22毫秒，而格兰在40英尺下测得时间则为42毫秒。随后他们用同样方式测得火箭弹的对应飞行时间为43和83.6毫秒，将2者数据带入表格中，就能得到火箭弹会在64英尺的位置被引爆。此时距离歹徒只有16英尺，
那在这个位置爆炸对两人又能否造成伤害呢？然而专家却表示，火箭弹最短激活距离为60英尺，也就是说，在这个距离内，就算被子弹击中，也不可能发生爆炸。所以电影中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格兰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他想知道人在距离爆炸点16英尺会不会受到伤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将发射点设置在假人歹徒身后60英尺的位置，并在歹徒身边放置了压力传感器，然后根据位置关系分别设置了引爆点和持枪假人。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们在安全屋再次发射了火箭弹。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爆炸并没有对歹徒造成任何伤害，反而一连串的融化弹片差点击中了持枪假人。所以，就算电影中的子弹引爆了火箭弹，也不会对歹徒造成任何伤害。本次实验非常危险，请大家不要模仿。据说用牙齿做的子弹可以杀人于无形，并且在电影《消失的子弹》中，凶手就用骨头代替了子弹，制造了几乎完美的惊天悬案。因为牙齿击中目标后会变成无数碎片，从而让法医也无法找到任何证据。可这样的做法真的可行吗？留言组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托瑞贡献了自己满嘴的獠牙，并决定打造3种不同的牙齿子弹。其中托瑞负责制作霰弹枪子弹，而凯莉则要负责手枪子弹。同时，格兰制作的是步枪子弹。由于牙齿最外层的牙釉质是最坚硬的部分，凯莉认为应该保留这部分才能使牙齿子弹的威力最大化。于是他挑选出了合适大小的牙齿，然后原封不动塞进弹壳中，并且用胶水进行固化。但不规则的牙齿外形并不符合空气动力学，这样就可能会导致子弹偏离弹道。而格兰的做法则要复杂很多，他对每颗牙齿都进行了仔细打磨，以便完美契合弹头的尺寸。同时，为了保证子弹的稳定性，他另外又弄来一根新鲜的牛骨，并且1比1打磨出了骨头子弹。由于霰弹枪的子弹结构特殊，它的弹壳中包含了许多细小弹丸，所以托瑞的做法是最简单的，他只需将自己的牙齿敲碎，然后装进弹壳中就大功告成了。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之后，3人的牙齿子弹全部完成。可这些子弹的威力到底怎么样呢？接下来他们开始了射击测试，看牙齿子弹是否能杀人于无形。而测试中，他们将用不同枪支对准自己的排位射击。首先测试的是凯莉的.38手枪子弹。等他们校准好弹道之后，托瑞在安全位置扣动了扳机，但由于没有打磨表面，牙齿明显偏离了射击路线，并且射程也只有6米。之后，格兰换上了狙击步枪，并用自制的牙齿子弹进行了测试。但当他扣动扳机时，目标上却没有留下任何弹孔，这是因为步枪的威力是手枪的10倍，导致牙齿在出膛之前就碎成了粉末。于是他又将备用的牛骨子弹装进了枪膛。虽然这次子弹发生了偏移，但相比凯莉的手枪子弹要好了很多。最后，托瑞测试了自己的霰弹枪子弹，而这次牙齿碎片不仅击中了目标，并且覆盖范围也和真的子弹一致。显然，只有骨头步枪子弹和牙齿霰弹枪子弹才可能命中目标。但如果对着人体射击，它们又能造成多大的伤害呢？于是托瑞制作了弹道凝胶块来充当人体目标，一旦子弹穿透深度大于10厘米，则说明人会当场开席。随着托瑞扣动霰弹枪的扳机，牙齿碎片只穿透了凝胶5厘米深，这要是击中了评论区的某个粉丝，估计也只能是皮外伤。之后他们继续用步枪测试了牛骨子弹，虽然看上去这种子弹的伤害更大，但也只射入了5厘米。托瑞猜测可能是牛骨子弹的重量太小，才导致子弹动能不足以致命。于是他重新打造了一颗 Pro 版的牛骨子弹。而当再次射击测试时，子弹射进了凝胶15厘米深。可如果人体受到这样的射击，法医又能否找到蛛丝马迹呢？但由于没有人愿意充当本次实验的志愿者，所以他们只能搞来一头不要钱的20凶，并将它倒挂在支架上来充当射击目标。因为猪的肌肉特性与人体基本相似，而首先测试的是牛骨步枪子弹。当格兰拉动开枪的绳索时，骨头子弹精准命中了20凶的胸腔，并在体内形成了巨大的空洞。紧接着他们重新换了一头20凶，然后用牙齿霰弹枪子弹再次射击。虽然这次子弹的威力看上去并不大，但碎裂的牙齿几乎将20凶打成了筛子。可法医又能否找到受害原因呢？下面他们将尸体送到了解剖室，而当法医见到牛骨子弹伤口时，他原本以为是刀具导致了20凶死亡，但从心脏内的一小块骨头可以断定这就是外来物体。直到将所有碎片拼接在一起，这才发现枪伤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而牙齿子弹的伤口则非常明显，并且法医很快就从体内取出了所有牙齿碎片。显然，就算用牙齿或者骨头做成子弹，同样无法瞒天过海。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尝试这种方法。据说高速射出的子弹能点燃火柴，并且在《火蓝刀锋》中就有这样的情节。老兵为了在新来的女兵面前装叉，他用狙击枪成功点燃了100米开外的火柴。可这到底是神剧的骚操作，还是真有这种可能呢？为了研究子弹能否点燃火柴，留言组决定进行射击实验，但2人枪法都只有半斤8两。于是他们来到专业的实验场地，并把固定手枪的支架安装在桌面上，然后将火柴竖立在枪口的正前方。同时，为了让子弹精准击中火柴头，他们还用激光瞄准器进行了校准。吉米认为本次实验的关键在于子弹与火柴头之间的摩擦力，因为火柴头的主要成分除了火药和摩擦剂之外，还会添加少量的红磷。当火柴从粗糙的物体上划过时，红磷就会因摩擦产生的高温转变成白磷，而白磷遇到空气就会起火燃烧。但亚当则坚信实验能否成功取决于两者接触时间的长短，只要滚烫的子弹给火柴提供足够的热量，火柴头上的火药就能被点燃。可快速射出的子弹真能让火柴着火吗？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吉米拉动了开枪的绳索。尽管有激光瞄准器的配合，但子弹并没有击中目标。于是他们在火柴的后方放置了一块纸板，然后用弹道标记的方式重新进行了瞄准。然而，想要击中小小的火柴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随后的几次射击中，子弹不是偏上就是直接打掉了火柴，直到开出的第8枪，子弹才刚好擦过了火柴头上的白点。可火药并没有被点燃，难道流言就这样破解了吗？为了让实验结果更加准确，他们决定做最后一次尝试。而这次，当子弹擦过白点的瞬间，火柴终于燃起了火焰。虽然子弹成功点燃了火柴，但这对枪法的要求极高，并且吉米推算出误差不能超过1/1000厘米，所以正常人基本不可能做到。据说，如果汽车油箱被子弹击中，就会发生爆炸，并且在很多电影中都有这样的场面。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留言组来到警局的靶场，他们决定对粉丝寄来的凯迪拉克进行暴力射击。为保证实验的安全，消防员已经整装待命。在安全员的指导下，吉米趴在地上，准备用狙击步枪对着汽车的油箱进行射击。连续开出5枪后，虽然每一枪都精准命中油箱，并且出现了漏油，但汽车并没有发生爆炸，这让两人很是郁闷。而旁边的消防员却表示很开心。为了让汽车发生爆炸，亚当决定使用夜光弹进行测试，因为夜光弹的尖端涂有磷粉，当子弹射出后会与空气摩擦并且燃烧，从而发出光亮。那如果击中油箱，又能否发生爆炸呢？但夜光弹在美国属于非法，于是他们通过关系从联邦探员手中弄到了.233口径夜光弹。而为了更直观展示爆炸效果，他们将油箱单独拆出进行测试。装好弹匣后，吉米再次开始射击。3, 2, 1。然而第一发子弹射出后没有任何反应。亚当通过检查发现，子弹已经击穿了油箱，但并没有发生爆炸。将弹孔堵住之后，他们打算将一梭子子弹全打出去。一连串点射之后，汽油从洞口流出，漏了满地，但油箱依然没有发生爆炸。旁边的消防员反而担心夜光弹会点燃后面的杂草。难道连夜光弹都不能引爆油箱吗？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留言组将1箱夜光弹全部分给了评论区的粉丝们，看以枪林弹雨的方式能不能让油箱发生爆炸。然而最后还是让大家失望了。即便油箱已经被打成了马蜂窝，但依旧没有爆炸的迹象。而吉米还并不想就此放弃，因为他认为夜光弹与空气摩擦需要一段距离才会燃烧。于是他把油箱重新修补并装满汽油，然后将射击距离延长50英尺。在连续几次射击后，油箱终于开始燃烧。如果不是千疮百孔，在密闭的条件下，当油气混合达到一定比例，真有可能发生爆炸。所以千万不要用夜光弹对着汽车油箱射击，实验非常危险，请大家千万不要尝试。据说磁铁的吸力能影响子弹的弹道轨迹，并且在电影《007》中，邦德的磁力手表不仅可以隔空开拉链，还能让子弹发生偏转。可磁铁的威力真有这么大吗？为了验证电影是否扯淡，留言组决定还原电影中的场景。因为常规的铅弹无法被磁铁吸附，于是亚当将钢柱进行切割打磨，然后压入装有底火的弹头里，这样就制作出了实心钢弹。但由于小卖部买不到电影中的特工手表，吉米只能找出了形似手表的电磁铁，并将它安装在自己的山寨劳力士中。磁力的计量单位是高斯，地球2级磁场的大小约为半高斯，垃圾回收厂的磁铁达到1万高斯，而吉米测得仿制的特工手表磁力为573高斯。可这样真的能使子弹拐弯吗？接下来，亚当将吉米的排位带到了射击试验场，而为了减少手动操作造成的误差，他们现场打造了一个自动开枪装置。等手枪被固定好之后，他们首先对着吉米的排位进行了2次对照组射击，子弹沿着相同的轨迹击中同一个弹着点。之后，他们将特工手表戴在了中间的假手上，看手表的磁力能否影响子弹的飞行轨迹。可当他们再次扣动扳机时，子弹却依然从之前的弹孔中穿了过去，并且在高速相机下可以看到，子弹的弹道轨迹丝毫没有发生偏转。可见电影中的手表是不可能让子弹拐弯的。那么如果换成磁力超大的电磁铁，实验结果又会不会发生改变呢？下面吉米弄来了一个超大电磁铁，而它的最大磁力达到了3200高斯。等将磁铁安装固定好之后，他们对着吉米的排位扣动了扳机，但子弹依旧从原来的弹孔中穿了过去。显然电磁铁的磁力还不足以改变子弹的轨迹，于是他们用磁力高达5000高斯的女磁铁进行测试，并且单块磁铁能轻松提起160公斤的重物。而吉米一共弄来了10块这样的磁铁。亚当坚信这次子弹的路径会发生改变，可实验结果究竟会怎样呢？随着一声枪响，这次弹着点确实下降了一点点，但通过观察磁铁的表面，他们并没有发现被子弹划伤的痕迹。而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子弹在磁力的影响下出现了翻滚。为了更加直观观察子弹的偏转情况，留言组再次增加了更大的超强磁铁，并且3块这样的磁铁总磁力达到了6万高斯。随后，亚当在磁铁的上方贴上了白纸，一旦子弹被磁力吸附，上面就会留下被子弹击中的痕迹。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们再次对着吉米的排位开了1枪。这时，子弹终于发生偏转，击中了磁铁。可尽管证实了磁力确实能影响子弹的飞行轨迹，但电影中手表吸子弹的剧情纯粹就是扯淡。
据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颗子弹击穿士兵的命根子，然后带着小蝌蚪击中女人的肚子，并成功让女人怀孕，而且还刊登在了美国医学周刊上。看似荒诞的说法，难道真的不可能发生吗？为了研究子弹会不会让人怀孕，凯利决定和留言组亲自进行验证。首先，他们通过历史专家了解到，当时的士兵通常要采用单膝跪地的姿势战斗，所以被子弹穿透小腿再击中命根子是有可能发生的。而留言中的助孕神器正是这种毛瑟步枪。那么以当时枪支的威力，又能否带着小蝌蚪继续击中150码外的女人呢？为此，史嘉丽制作了一个固定枪支的支架，以便实验的时候能精准射击。但由于没有志愿者贡献自己的命根子，凯利只能用牛骨和组织替代胶做成了一个仿真小腿，并安装在假人老兄身上来模拟倒霉的士兵。接下来，他们将假人请到了试验场，将支架安装并瞄准好后，他们对枪支进行了测试。但由于当时的制造工艺相对落后，无论他们如何调整，始终都无法精准命中目标。最后在专家的调教下才顺利击中。随后亚当将假人挂在了支架上，如果子弹穿透小腿后继续飞行，通过计算子弹飞出的速度，就能确定子弹是否有足够的动能击中女孩。在专家的操作下，子弹精准穿透假人的小腿，并依然保持1000英尺的秒速继续飞行。显然这样的速度是可以再次击中150码外的女人。那他又能否带着小蝌蚪让女孩怀孕呢？但关键时候，凯利表示自己不玩了。吉米只能用组织替代胶制作了一个女孩的屁股模型，并且为她穿上当年女孩们常穿的短裙。亚当则在布料上释放了积攒多年的小蝌蚪，为了方便观察，还将它们染成了蓝色，然后悬挂在子弹经过的线路上。而实验时，专家需要让子弹穿透布袋后击中凝胶，如果在凝胶里发现了活着的小蝌蚪，则说明子弹受孕的留言可以实现。随着一声枪响，子弹精准命中2个目标。那么他能否带着小蝌蚪留在凝胶体内呢？但通过对弹孔处组织的显微观察，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带有尾巴的东西。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吉米将布袋与凝胶的距离缩短至50英尺，再次进行测试，但最终也没能发现任何小蝌蚪。很显然，这么荒谬的留言一定是假的。那么又为什么会广为流传呢？当地人给出了完美的解释 ：Because it's a wonderful dirty story. Plus, there were a number of young ladies that really desperately had to explain how that child got here. 最终还是子弹承担了一切。本次实验非常危险，请大家不要模仿。据说手枪的子弹能打爆煤气罐，并且在电影《007》中，邦德为了摆脱敌人的包围，一枪打爆了7米外的煤气罐，引发的剧烈爆炸消灭了所有敌人，从而逃出升天。可子弹击中煤气罐真能引发剧烈爆炸吗？为了验证电影中的情节是否扯淡，留言组来到了爆破试验场，并决定先用空煤气罐进行射击测试，看子弹能否射穿钢瓶。等他们在远处搭建好安全屋之后，凯利用电影中同款手枪瞄准了煤气罐，但当他扣动扳机时，子弹却并没有击穿钢瓶。之后他又再次开出了第2枪，可结果依然没有发生改变，可见手枪的威力是不足以打爆煤气罐的。接下来托瑞用火力更猛的霰弹枪进行了射击，这次子弹成功击穿了前面的罐壁，但通过观察他们发现钢瓶的另一面还是没能穿透。凯利认为想要达到爆炸的效果，子弹就必须贯穿整个钢瓶，于是他们再次升级了火力更强的步枪，但这次射击的结果又会怎么样呢？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子弹直接击穿了整个煤气罐。那如果换成装满煤气的钢瓶，子弹又会不会引爆里面的煤气呢？下面留言组偷偷将邻居家的煤气罐搬了出来，而这个钢瓶装有83升易燃气体，并且罐壁气压高达1600千帕，一旦罐体被子弹击穿，高压气体会瞬间喷出。可子弹真能引爆泄漏的煤气吗？之后他们用铁链将钢瓶固定在地面上，以此来避免燃烧的煤气罐四处飞窜。同时为了验证电影中的邦德是否会被爆炸伤害，他们还将假人老兄布置在7米远的位置。等一切准备做好之后，凯利在安全屋对着煤气罐扣动了扳机，钢瓶内的易燃气体瞬间喷射出来。可尽管子弹贯穿了整个罐体，但并没有将气体引爆。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留言组将子弹换成夜光弹，而这种子弹会在空气中燃烧产生火光。同时在专家的建议下，他们将在这次测试中多开几枪。当托瑞射出第1发子弹时，钢瓶内的气体被快速释放了出来。可等他再次开了2枪后，钢瓶依然没有发生爆炸。如果连夜光弹也无法打爆煤气罐，那么几乎没有枪能够做到了。为了达到电影中的爆炸效果，留言组决定彻底引爆邻居家的煤气罐。最终他们在钢瓶上安装了引爆炸药，然后凯利以远程引爆的方式启动了开关。这时煤气罐瞬间变成一团巨大的火球，而之后他们在检查现场时发现，钢瓶被直接撕成了碎片，并且7米处的假人也几乎烧成了黑炭。但有钻牛角尖的粉丝表示，如果用燃烧弹连续射击，是不是也能达到引爆的效果呢？于是他们从小卖部搞来一架冒蓝火的加特林，并且它能以每秒50发的速度连续发射燃烧弹。等一切准备做好之后，格兰对着钢瓶疯狂输出。这次煤气罐成功被子弹引爆，但手枪的威力不足以击穿钢瓶，所以电影中的情节完全就是扯淡。据说如果有人向你丢手榴弹时，用手枪射击手榴弹就能避免受伤，那么手榴弹到底会被引爆还是击毁？
或者原路返回炸死敌人呢？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亚当和吉米决定亲自进行验证。但在实验之前，他们需要进行打靶训练，以确保实验时能精准命中飞来的手榴弹。而首先练习的是霰弹枪，虽然这是最基本的项目，但吉米总是慢了半拍，以至于在几轮射击中完全脱靶。但在教练的指导与反复练习后，吉米的枪法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亚当在训练之前踩到了狗屎，以至于每一枪都精准命中。但这次射击的目标都是陶瓷飞靶。为了能模拟真实的手榴弹，吉米用高压气泵打造了一个发射装置，它能将手榴弹大小的油漆弹发射至所需的高度，并且他们会从正面进行射击。可这对两人来说更容易击中，似乎射中手榴弹并没有想象中困难。因为霰弹枪的射击面很宽，于是他们升级了训练难度，并且由吉米向亚当投掷哑弹，而亚当则用装有油漆弹的手枪进行射击。然而这次却难倒了亚当，连续几发子弹都成功脱靶。显然单发的手枪不如霰弹枪好用，直到他射出了几梭子子弹后，才顺利击中了哑弹。可当手枪子弹击中真的手榴弹后，又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他们决定冒死用真家伙进行实验。亚当用加厚的防弹钢板在试验场搭建了一个防爆屋，以确保自己在实验中不会被炸死。吉米则打造了一个排爆机器人，当手榴弹出现问题时能及时处理险情，而手榴弹在拔掉插销后，顶部的撞针会翻转撞击产生火花，从而点燃中间的岩石引信。经过大概5秒的延时后，点燃底部的雷管，进而引爆手榴弹的高爆炸药。下面他们将用不同枪支在延时期间射击手榴弹，看子弹在击中手榴弹后会发生什么情况。首先测试的是霰弹枪，在远程点燃延时引信后，亚当立即扣动了扳机，然而手榴弹并没有发生爆炸，而通过高速相机他们发现，手榴弹在被子弹击中的瞬间就已经粉身碎骨，这说明手榴弹确实能被子弹击毁。紧接着他们又用手枪进行了测试，虽然雷管被成功点燃，但却没能引爆周围的高爆炸药，因为子弹精准地消掉了引信和雷管，这就意味着手榴弹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最后他们拿来了一把狙击步枪，这才是本次实验真正的火力，它又能对手榴弹造成什么影响呢？这次手榴弹在被击穿的瞬间发生了爆炸，因为里面的雷管对压力十分敏感，而狙击枪的超高速子弹能对手榴弹造成巨大冲击力，足以让雷管提前被引爆。但手榴弹的有效杀伤半径达到14米，所以如果你在这个范围内击中手榴弹，同样会当场开袭。而想要用狙击枪在这个距离外击中手榴弹，估计比中500万还要难。本次实验非常危险，大家千万不要在家尝试。据说，如果让子弹在相同高度同时发射与掉落，2颗子弹将会在同一时间落地。但这样的说法真的符合实际吗？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亚当和吉米决定首先用钢珠进行模拟测试。测试时，他们首先会让钢珠从固定高度自由下落，紧接着再用弹簧装置在相同高度进行发射，而高速相机将会分别记录钢珠的落地时间。如果留言成立，那么两者的时间就会相同。但通过对比测试结果，他们发现自由下落的时间为402毫秒，而水平发射则需要410毫秒。很明显，它们之间是存在时间差的。为了使这个差异更加直观，于是他们决定改用油漆弹进行测试。同时，为了确认子弹发射的时间，亚当在扳机处安装了电路开关，在扣动扳机时 LED 灯就会被点亮。当高速相机拍下亮灯和子弹落地的画面后，通过计算就能得到落地所需的时间了。一切准备就绪后，亚当扣动了扳机，而结果显示子弹飞行的时间为555毫秒。接下来他又让油漆弹自由掉落，可这回2次的时间差却达到了59毫秒。显然子弹是不可能同时落地的。但这时亚当怀疑测试的方案有问题，因为油漆弹表面并不规则，这会影响空气动力学特性，从而导致测试不准确，所以这样的实验结果无效。于是最终他们决定用真枪实弹进行测试，可这样又能否改变实验结果呢？但在实验之前，他们需要测试子弹的发射距离。于是亚当将手枪固定在支架上，并用激光进行了水平矫正，然后他们在不同距离对木板发射了子弹，通过弹痕位置就能推算出弹道轨迹，从而计算出子弹的落地点大概在110米的位置。接下来他们在落地区域铺上了木板，同时还在上面增加了1破的白纸，这样就能准确找到子弹的落地点了。随后吉米拉动了链接扳机的绳索，子弹果然落在了109米处的位置，但室外起伏的地面和风会影响子弹落地的时间，所以他们只能将实验转移到了室内。为了保证手枪发射的同时另一颗子弹下落，他们将子弹释放装置固定在落地点，当手枪发射的同时，连接枪口 LED 灯的电磁铁就会失去磁性，从而使子弹下落。但在校准测试时，他们发现由于电磁铁残留的磁性，子弹滞后了65毫秒才被释放。于是他们对装置重新进行了改进，并使两者的时差缩小至1/3毫秒。等完成所有准备之后，吉米再次扣动了扳机，这时子弹在预定的地点擦出一条痕迹。从肉眼来看，2颗子弹几乎同时接触地面，
而从高速相机可以看到，两者相差的时间为37毫秒，但这样的时差肉眼根本无法分辨，甚至比电影每一帧画面的时间还要小。所以我们可以认为2颗子弹同时着地。据说将枪管折弯后还能正常发射，并且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就曾设计出一款弯管步枪。可这样射出的子弹不会炸开枪管吗？留言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亚当和吉米决定将手上的这把步枪进行改造，看掰弯后的枪管能否正常发射子弹。于是他们来到了射击实验场，并把步枪固定在台面上，然后将弹道凝胶摆放在枪口的正前方。而首先进行的是直线射击的对照实验，看在正常枪管下子弹的出膛速度是多少。等所有准备就绪之后，吉米在防爆门后拉下了开枪的绳索，这时子弹迅速穿透了凝胶，并且在撞击玻璃后反弹，再次击中凝胶。而高速相机计算得到子弹出膛速度为371厘米每秒，这种情况下击中人体一定会造成致命伤。可将枪管弯曲后又会怎么样呢？为了让枪管重新塑形，吉米搞来了一台烧烤炉子，而他拥有5个丙烷喷气嘴，能瞬间将食物加热到几千度。之后，亚当把拆下的枪管放入炉枪内，等加热到红热状态时，他们将枪管掰弯到了45度，紧接着迅速泡在水中进行淬火，因为这样才能保持之前的物理强度。然后亚当重新安装好枪管，并再次开始了测试。而当吉米拉动绳索的瞬间，让所有人意外的是，子弹依然正常射出，并击中了凝胶后的防弹玻璃，同时速度也达到了345米每秒。这样的威力只比直线射击衰减了7%。如果打在了哪个粉丝身上，绝对会有一点点疼。那如果继续增加枪管弯曲程度，子弹还能成功发射吗？于是他们将枪管弯折成了90度。如果这样还能成功发射子弹，那将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墙后偷袭敌人了。等亚当将枪支固定在支架上之后，他们继续扣动了扳机，这次子弹再次贯穿了凝胶块，并且子弹的出膛速度依然达到了343米每秒，而这与弯曲45度时几乎一致。难道弯曲的枪管真的不会阻碍子弹的前进吗？这时吉米认为，当弯曲超过90度时，子弹将不能发射，因为子弹的出膛方向与激发时背离，并且他还发现，当枪管弯曲时，子弹出膛后几厘米就开始摇摆，这就说明弯曲的枪管严重影响了子弹的稳定。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最终他们直接将枪管弯曲到了180度。如果这次还能成功射出，子弹将会首先击中自己，但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随着吉米的用力一拉，子弹奇迹般再次击穿了凝胶块，同时速度依然保持在每秒297米。而这样的子弹如果打在了我身上，我绝对一声都不会吭。所以即使枪管弯曲了180度，射出的子弹依然能造成致命伤害。据说有个大聪明在躲避追杀时闯进一家炸鸡店，走投无路下将手枪丢进了热油锅里，结果子弹受热走火，将歹徒变成了脆皮鸡。可烫嘴的滚油真的能引爆子弹里的火药吗？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亚当和吉米来到了爆破试验场，并决定用粉丝的手枪进行油炸实验。首先他们用钢板搭建了一个油锅，而为了避免实验的时候变成脆皮鸡，亚当制作了一个升降装置，这样就能以远程控制的方式将手枪放进油锅中。之后吉米往里面倒满不要钱的菜籽油，同时也在油锅里放入了温度传感器，通过显示器就能显示热油的温度。等亚当将手枪上膛之后，吉米点燃了油锅下的火炉，然后所有人躲在掩体后面。随着加热时间越来越长，锅内的油温也越来越高，很快传感器显示已经达到了200摄氏度，而这刚好是做炸鸡的最佳油温。于是吉米关闭了火炉的开关，紧接着亚当拉下绳索，将手枪放进了油锅中。可这时手枪并没有发生走火，并且在几分钟后依然没有任何反应。但就在所有人对实验感到失望的时候，突然的一声枪响让锅里的滚油瞬间喷溅了出来。如果此时有个幸运儿刚好就在周围，估计只差一撮孜然粉了。可见热油真的能让手枪走火。而为了找到激发子弹的最低油温，他们重新开始了测试。而不同的是，这次手枪需要冷油下锅，让子弹连同油锅一同被加热。当油温达到170摄氏度时，手枪再次发生了走火。显然，滚烫的热油是能引爆子弹里的火药。那么，如果直接将子弹放进火堆中加热，又会不会向周围发射呢？下面吉米打造了一个遥控汽车，因为汽车前面的车斗能安全地将子弹丢进火堆。而亚当则制作了弹道测试棚，他将裁剪好的12块木板围绕在金属支架上，实验时火堆会放在中间。当火中的子弹被激发之后，就能在木板上留下弹痕，然后通过弹痕的情况就能判断子弹的杀伤力。接下来，他们来到爆炸实验场。两人就地取材捡了一些干柴，并且在地上升起了火堆。为了避免实验时被激发的子弹乱枪打死，他们用防弹玻璃搭建了一个安全屋。下面亚当把粉丝提供的子弹倒入车斗中，而这其中包含了不同大小的口径。等工作人员将测试棚架设好之后，吉米开始启动遥控车靠近火堆。此时的温度高达上千度，那么子弹丢进去到底会不会被激发呢？当小车倾倒后，还没来得及撤退，子弹就如同鞭炮一样开始爆炸。等爆炸逐渐平息之后，两人顶着防弹玻璃上前查看，同时用水枪熄灭了火势。这时他们发现还有少量子弹没有被引爆，但从木板上的弹着点可以肯定的是，子弹爆炸所发射出来的仅仅是较轻的弹壳，虽然它并不足以造成致命伤害，但从弹孔的深度可以知道，如果哪个幸运儿不幸被它击中，肯定会有一点点疼。本次实验非常危险，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如果有人对你开枪时，只要潜入水中就能死里逃生，并且在电影《战狼》中就有这样的剧情。吴京为了消灭劫船的海盗，纵身一跃跳进了海水中，在水下躲过枪林弹雨后解决了所有敌人。可水的阻力真能抵挡子弹的进攻吗？留言组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吉米从学校门口的小卖部搞来了不同威力的枪支，但由于找不到志愿者充当这些枪支的射击目标，所以吉米将自己的水晶棺改造成了3米长的水槽，而亚当则用凝胶制作了一个弹道凝胶块。因为凝胶的物理性质与人体组织相似，而盒子外面的塑料片能调节凝胶在水槽中的位置。之后他们将凝胶块放入水槽2.1米深的地方，首先进行测试的是威力最小的9毫米手枪。随着吉米扣动扳机，子弹直接以290米每秒的速度射穿了凝胶。显然2.1米深的水是无法阻挡手枪的攻击，于是吉米将距离调整到2.5米。结果这次子弹仅射入凝胶2厘米，这样的威力对人体来说只能造成皮外伤。紧接着他们更换了威力更大的霰弹枪，可由于冲击力太大，导致水槽直接炸裂了。看来水槽已经无法满足威力较大的枪支测试，于是他们将实验地点搬到了游泳池，但因为泳池的水深有限，他们只能以一定倾角的方式进行射击，这样就能在较浅的水下也能达到相同的射击距离。为此，亚当将破碎的水槽改造成了滑动轨道，以便能随时调整凝胶在水中的距离。同时，由于水与空气会产生折射现象，这就导致无法从上面瞄准目标，所以亚当又制作了一个激光瞄准器。然后他们将凝胶和滑道放入了泳池，并且把射击倾角调整成23度。等一切准备做好之后，他们开始了射击实验。吉米首先用霰弹枪对水下4.5米的凝胶进行了射击，可当吉米扣动扳机时，子弹却没有击中凝胶，反而落在了水下3米远的地方。于是他们将凝胶块滑至子弹落地的位置，然后再次进行了测试，但子弹依然没能击中目标。最后直到将距离缩短到了2.4米，子弹才终于射进了凝胶块。这就说明人只要跳进水中2.4米就能躲避霰弹枪的攻击，但如果对方以23度夹角射击，那么只要潜入水下1.2米就能死里逃生了。紧接着吉米拿出 M1 加兰德步枪开始测试，而这把枪的出膛速度达到了850米每秒，能轻松击穿7厘米的防弹玻璃。尽管开枪时溅起的水花更多，可子弹却没能击中水下的凝胶块，反而在接触水面的一瞬间就变成了碎片。随后他们将距离缩短至0.6米，虽然这次子弹成功击中了凝胶块，但也只是射入10公分，这样的伤害对大家来说也只是擦破皮，可见水能对子弹产生巨大的阻力。实验的最后，吉米拿出了威力最大的巴雷特狙击步枪，而它的出膛速度高达920米，.50的超大子弹更是被称为人间大炮。可如此恐怖的武器又能对水下目标造成多大伤害呢？3, 2, 1。然而，当亚当检查现场时，却发现这次子弹再次变成了碎片，并且碎片落在了0.9米远的位置。所以，如果坏人用巴雷特以23度夹角射击，只要躲在水下35厘米就能安全逃生了。据说开枪的时候用力甩动手臂，子弹就能拐弯击中目标。可这种做法真的可行吗？为了验证传说中的枪斗术是否真的存在，留言组决定亲自进行射击实验。于是，他们将人形靶子固定在试验场，并在中间摆放了障碍物，看甩动手臂能否让子弹绕过障碍击中后面的目标。等格兰练习好甩臂姿势之后，他顺势猛地一个转身并扣动了扳机，虽然姿势帅得一塌糊涂，但子弹却提前出膛射偏了角度。随后托瑞和凯利也分别进行了测试，但无一例外不是发射太早就是太晚，连找准方向都是问题，更不用说让子弹拐弯了。格兰认为可能是人甩臂的力道不够，为此他打造了一个机械发射装置，它不仅能精准地控制发射时间，还能以3倍正常人的速度甩动手臂。而为了直观展现子弹的飞行路径，托瑞用5张白纸按照2.5米的距离依次排开，如果子弹没有发生拐弯，那么所有弹孔就能连接成一条直线。首次测试，他们让装置以正常人的速度甩臂，当格兰按下启动按钮时，子弹精准地射击在白纸上，而通过激光笔的照射，他们发现5个弹孔全部在一条直线上，显然子弹并没有出现拐弯。那么提高甩臂的速度又会不会改变实验结果呢？接下来他们将速度增加到原来的3倍，然后再次对着白纸开了一枪，但这次的弹孔依然连接成了一条线，而这样的甩臂速度已经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传说中的枪斗术纯粹就是扯淡的。有不同看法的欢迎在评论区讨论。据说相互射击的2颗子弹会融合在一起，而很多电影中都有这样的名场面，并且美国博物馆还收藏有这样2颗子弹。相传它被发现于1862年的菲德里堡战役。可这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有人故弄玄虚呢？为了验证子弹能否相互融合，留言组决定用实验为大家揭晓答案。于是，在粉丝们的支持下，吉米弄到了2支当时的同款枪支，而由于这种步枪使用的是质地较软的铅制米尼弹头，理论上是可能融合在一起，但现在这种子弹市面几乎已经绝迹。于是亚当将融化好的铅水倒入模具中，冷却脱模后就做成了铅弹。但如何才能让2颗子弹精准对撞呢？吉米的计划是将2把枪支分别安装在支架的两端，并且用激光瞄准器进行校准，
以确保开枪的时候子弹不会射偏。同时，他们还给枪管加装了护圈，这样即使在射偏的情况下，也不至于损坏枪支。但实验的重点是保证2颗子弹同时发射，而为了精确调整枪支的激发时间，吉米给发射装置安装了定时器。首次测试，他们在中间放置了一块防弹玻璃，以便通过弹孔来校准弹道位置。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们给枪支分别填装了80格令的黑色火药，然后在防爆室外扣动了扳机。虽然弹道保持了一致，但子弹并没有融合在一起，反而相互弹开了。因为通过高速相机，他们发现2颗子弹的出膛时间相差了62毫秒。随后他们取走了中间的玻璃板，并且重新调整时间后再次扣动了扳机，而这次子弹却在中间擦肩而过，显然让子弹相撞并没有那么容易。之后他们进行了多次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不是没有瞄准，就是子弹不同步。难道实验就此终结了吗？这时亚当想到了更好的方案，他将其中1颗子弹固定，然后用另一把枪瞄准射击。由于子弹处于静止状态，所以这样会更容易被击中。可子弹真的会相互融合吗？等他们重新准备好之后，吉米再次扣动了扳机，随着一声枪响，这次子弹精准命中了目标。当亚当从地上捡起子弹时，他们惊讶地发现真的融合在了一起。本次实验非常危险，大家千万不要随意尝试。据说用6颗子弹的火药塞进门锁里就能炸开肛门，并且电影中有这样的情节：男主为了挽救被绑架的男孩，徒手掰开了6颗子弹，并用布料将火药包好塞进锁眼，然后推进1枚空弹头。当他用枪托敲击底火时，肛门就被炸开了。在现实中，这种方法真的可行吗？可很多粉丝认为直接射击门锁就能打开。为了验证哪种方法效果更好，于是留言组决定做一个对照实验。首先，托瑞找来一扇电影中同款肛门，然后将手枪固定在距离门锁30厘米的位置。为了防止跳弹造成伤害，他们在防爆室扣动了扳机。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子弹直接击穿了门锁，并且导致肛门只要轻轻一推就能打开。既然1颗子弹就能解决的事，电影中为什么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子弹呢？难道导演的脑子秀逗了吗？但本次实验的重点是验证电影中做法的可行性。接下来留言组需要按照电影中的方式取出里面的火药，但托瑞用上了牙齿也没能将子弹掰开，显然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幼稚的。那么用手枪敲击子弹的底火又能否点燃火药呢？之后他们将子弹插入桌面的小孔，然后用枪把开始敲击。而为了保证安全，他们提前取出了里面的火药，然而弹壳都被敲扁了，底火还是没有被点燃。因为底火需要特定的撞针精准撞击才能被激发，那6颗子弹的火药能否炸开门锁呢？下面他们开始了真正的实验。凯莉在枪把手底部安装了类似的撞针，而格兰则打造了一个机械摆臂，将手枪固定在摆臂的末端，借助重力就能让撞针撞击底火，从而达到引爆火药的目的。通过拆解子弹，托瑞发现6颗子弹的火药剂量只有30克，那么它真的能将肛门炸开吗？下面他们将粉丝的肛门带到了试验场地，将30克火药用碎布包裹起来，然后塞进了锁孔。格兰将摆臂装置安装好，并让撞针对准底火。一切准备好之后，他们在安全屋释放了摆臂。虽然撞针精准撞击了底火，可火药并没有发生爆炸。托瑞认为是布料阻挡了火药的燃烧，于是他们直接将弹壳插入到火药中，但再次实验依然以失败收场。此时格兰突然发现，现代子弹使用的都是无烟火药，而电影中手枪子弹用的是黑火药，并且威力更强。于是他们重新换成了黑火药，这次又能否成功呢？当格兰释放摆锤的绳索，火药终于发生了爆炸，但门锁并没有被炸开。显然这样的火药剂量远远不够。为了让粉丝的肛门彻底开花，他们决定加大火药剂量，直到肛门里被塞入了600克黑火药。而为了确保安全，这次采用远程电子引爆的方式进行。随着一阵火花四溅，这次肛门终于被炸开了，但使用的火药剂量却是电影中的20倍，所以电影里都是骗人的。本次实验非常危险，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